你要担心的是这个歼20，号称即将生产到1000架。那我可以告诉各位，那会打破人类的传统。高端武器竟然可以做到这么多。一般而言，像这样的武器，300到500架就非常多了，单价非常昂贵的。你要知道，F-22一架最后到了2亿美金，美国终于受不了了。那所以说，歼20它跟 F-22是同一等级的，它在逆中状态，你根本看不见它，它看得见你状态下可以对付8个目标。这样的飞机如果有1000架，亚太根本没有人可以对付它，连日本首当其冲。如果中国的科技是现在你知道的歼20有这样的能力，等到歼36跟歼50出来的时候，那又是什么样的光景？尤其在这个军事上面，大陆的整体体系化、体制化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军事供应链，甚至不只是供应国内而已，往外输出到其他的军事、其他的国家去。像这个又怎么看？那美国一定会持续的想办法来做围堵，但是堵得住吗？接下来可能会看到哪一些的手段？华干哥怎么看？其实 CSIS 他今天讲的是以2025年啊这个基准点，那大使干也讲，可能不必用到2035年，它就会发生说美国跟中国天平的实际上的变化。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智库他们今天所发布的内容是说，中国它现在面临严峻的压力，人口老化啊、经济衰退啊等等。那我想请问你，那美国好到哪里去呢？这两个国家的本身原来的体质，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是可以承受的。那美国能不能承受？川普的这种单边主义、这种孤立主义能够延续多久？因为他要面对经济的直接压力。我相信中国它才是最后会胜出的一方。不用到2035年之前，你就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尤其是不仅仅是 CSIS 跟法国的蒙田研究所，他们都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以及担忧。担忧什么？担忧中国的军事威胁。其实我今天要讲说，今天他那个报告里面所讲到说，常规武力和核子武力方面，现在到2035年会比肩美国1500枚战略核弹。当然，1500枚战略核弹，其实坦白讲一句，很容易就达到了。但这个不是重点，为什么？因为战略武器本来就是不可用的武器，我们只要知道说，那叫做原子弹。你要担心的是这个。为什么要担心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歼20，歼20号称即将生产到1000架。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歼20能够生产到1000架的话，那会打破人类的传统，就是说高端武器竟然可以做到这么多。一般而言，像这样的武器，300到500架就非常多了，因为它属于高阶。它的低阶是谁？歼35。就像美国的 F-22跟美国的 F-35是高低配是一样。最新的消息说，歼20它可能会生产到1000架。如果歼20生产到1000架的话，它打遍天下无敌手，亚太根本没有人可以对付它，连日本首当其冲。为什么？因为像这样子的高科技武器，它是单价非常昂贵的。你要知道 F-22一架最后到了多少？到了2亿美金，美国终于受不了了。那所以说歼20它跟 F-22是同一等级的。最新消息说它可能会携带了6枚的。我今天特别带来6枚，大家看，这就是6枚的霹雳15，就是这次在印巴战争之中建功的霹雳15。对，它可以携带6枚。而你知道那个时候歼10飞上去只能带几颗？它只能带2颗。那歼20这样的飞机可以带6颗，它还有外挂弹仓，可以带霹雳10型的短程飞弹，左边跟右边，所以它一架飞机可以带8枚。这是在逆中模式底下，也就是说，它在逆中状态，你根本看不见它，它看得见你的状态下，它可以对付8个目标。这样的飞机如果有1000架，那是什么意义？大家自己去可以用数学去算，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说，如果中国的科技是现在你知道的歼20有这样的能力，等到歼36跟歼50出来的时候，那又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我刚才讲，不要先看核子武器，看传统武力就好了。当第6代战机真的出来，它就会取代歼20。为什么？那个可能是10年以后的事情。可是你现在已经看到，它是绝对超越，因为 F-22事实上只有170架，它现在就已经有300架以上，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说，我觉得这个智库他今天所提出来的，不是无的放矢，它是真正的威胁。就算今天中国的经济不如
不如预期，但是它在几年之内，它的复原能力以及它军事扩张的能力，绝对超过你美国的想象。不是说你今天要用特别的围堵方式可以围堵得了它。什么时候你真的可以围堵中国的扩张呢？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是讲究和平的。好，谢谢华干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首先，我们欢迎3位来宾到场：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志明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的是今天的主题哦。美国重重围堵下，是否陷入了中国恐惧症呢？专家现在做了一个预言，很多的智库也都预言，2035北京将会全面的大超车美国，是趋势所致吗？今天我们来特别做解读，先来看到美国的中国恐惧症，难道真的再度的大爆发吗？因为我们要从2份很重要的智库报告这边来做一个深入的解析。最新的2份报告分别预定了说，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会是未来10年之内全球最大的变数，甚至是美国霸权终极的噩梦。2份智库的报告，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份是来自于美国华府智库 CSIS， 第2份是法国的智库。等一下来看，先来看美国的智库怎么说。他们认为说，中国将会成为美国全方位的对手，对全球秩序构成威胁。那么这当中也提到了3种情境。第一个，他说中国大陆会停滞，因为在他的这个对外强势维持内部的稳定之下，可能会导致区域紧张持续恶化。第二个，他认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会受到动摇，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单边跟外交的这些方式都已经改变了，让盟友感到不安，也提供了大陆跟俄罗斯有机会崛起。第3个是在全球对于整体的信任体系上面的这个失败。他认为说，科技已经成为破坏信任的一个破口，会影响到包括了市场跟金融整体的体系。另外一份同样也是这个是来自于法国的智库所做的研判，同样认为又是2035年了。他们说，中国不只是经济称霸全球，包括连在核武、空军一直到航太，都正式的会超车美国。这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登上世界之巅，位居全球的领导，国际协调围堵下的中国可能爆发大冲突或者是战争等等的。好，我们另外一边也来看到，为了这一场未来大战，现在是连美军的军种也联合发布了声明，这是5大军种发了声明，呼吁要对大陆的太空、海洋跟无人机的能力要来加强防范。美国的情报机构也说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军事跟网络上面的威胁。节目一开始，赶快来请教大使。现在不只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份 CSIS 的报告，包括了到国会跟军方的将领口径都非常的一致。炒作2035年中国接管世界的这样的剧本，这个是他们真的担心的吗？还是其实是要借此来增加自己的资源，来压制中国的发展？谢大使怎么看？我想2者皆是啊，就是说，第一个，这是一个具有事实作为基础的一个评估啦，也就是2035年中国大陆可能是世界兵力跟经济还有各方面都是最强的一个国家。美国在不断的衰落当中，那这可能是一个基于事实的一个理性的评估。2035年距离现在大概10年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当然也就是说要提醒美国各界注意，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做各种反制，在为时尚未晚之前。对，所以未来的10年就是东升西降的10年。那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有一点这个，就是说改革开放40几年下来，有一点各种系统有一种到一种大喷发的阶段，而且在最尖端的领域都没有落后，而且很多超前的部分。那我们光讲军事武器来讲的话，中国大陆最近几年是这个
不是只有海军，就是跟下水饺一样、下饺子一样。事实上，它最尖端的武器啊，我随便举几项，都是让美国人啊，这个非常惧怕的。第一个就是6代机的部分。我们前一阵子看川普突然说要搞这个什么F-47，结果才发现美国的6代机啊根本就触礁了，它停了很多年。对，最后到底是由波音做呢，还是洛马做呢，都搞不清楚啊。最后由波音来做，可是波音已经好多年没有生产第一线的这种战斗机了，所以是一个非常仓促的一个决定。那背后有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中国大陆突然冒出了3台这个6代机，对不对？成飞、这个西飞还有沈飞3个内准之下，每一个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机的生产这个基地都推出了6代机，而且还看到实体。然后呢，整个设计是最先进的，无尾翼的，然后3发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光这个6代机这个就让美国发觉自己已经称呼其后，哎，根本就落在中国大陆的后面。那最近福建号中国大陆是很低调啊，对，一直发的军方发的消息很少。最近我听说又对于这个去刺探军情的，因为在长江口的这个造船厂里面这个很多这个军迷在那边看这个福建号，现在不准看。那为什么低调？因为它那3条电磁弹射器，如果说都是很正常的话，那就世界第一名啊。对。那美国的那个雷根号，福特号，那个没用啊，没用啊。它飞500次它就进场，飞600次它就一下出故障。那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中压直流的发电，那这里面中国大陆的这个官方报道只是说，第一个我们推重的能力很强，也就是空警600也上去了，空警机都从航母上面开始发射，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它这个什么样？你1小时，你如果说是蒸汽弹射，比如说啦，你起降15次好了。那你用电磁弹射，搞不好是2倍的量，那你的战力就增加啦。另外，你推力大了，每个飞机起飞的时候，它都可以满载各种攻击武器，那是不是它可能航母只有8万吨，不如美国的10万吨，可是它上面的每一个飞机的舰载量，它载弹量都比你大，对，连空警600也上去了，空警500也上去了，那是不是战力大型的？所以这些都是另外我们还可以讲超高音速飞弹，中国大陆的东风21、27都是沉波体的，还包括东风41，一颗导弹上去10颗分弹。那个美国现在超高音飞弹没有看到美国有突破啊，这是中国大陆。那无人机部分，9天无人机是无人机的航母，上面载了几百个无人机，从下面啪一下就下来。你美国有这种装备吗？没有。那另外，最近大陆的彩虹7，它是什么？隐身的无人机，飞航的这个高度非常高，速度非常快。那对于这个作为各种在交战中作战中的这种其他的同僚机来讲，它是一个最好的侦察工具，也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导航的工具。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些其他更不要讲太多了。那大陆的激光炮，这个电子炮。都已经上了这个舰艇了，那还有就变成就量子通信部分，中国大陆有这个墨子号人造卫星，那是用量子来做通信。为什么要做量子通信？就你无法破解，军方打仗的时候就是最怕你的这个情报被对方掌握。那中国大陆这地方通通站在前面，所以美国军方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告诉美国这个。国内不管你在掌钱袋子或掌政策，说2035我们现在不努力的话，2035就是被中国大陆怎么样完全的压制，完全的压制。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断在亮剑的原因是说，警告美国，你不要轻举妄动啊！我有这个东西，你自己衡量一下。那这个叫战略，这是一种战略的一种战略，也就是说，我有这个东西，我就让你知道。免得到时候你误判，把我看得太衰了，然后对我出手，结果我一出手，所以我现在避免战争，我把我最新的武器都告诉你，
就是让你自己估量。所以现在美国基本上都在做退却。美国的没有错，10艘啊，10个航母战斗群没有用啊。地中海也在那边，大西洋也在那边，印度洋也要去，太平洋也去。中国大陆没搞这个，中国大陆就是搞太平洋，然后把这个印度洋啊，这个南海顾好，那都是中国大陆陆基的导弹可以涵盖的。然后呢，空军的这个作战部队都可以涵盖的。然后呢，在第一岛链啊，随时可以把第一岛链这个做区域拒止，放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3艘航母就够了，对不对？再放一点，放到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中国大陆有6艘航母的话，那你拿中国大陆就没有办法。中国大陆基本上也不是具有这种全球性的野心的，那美国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美国人讲话基本上没有夸张。现在都已经超越很多了。你请问一下，我们光就商业竞争来讲的话，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在旁边一起这么助阵，你想 Apple 打得过华为吗？早就挂了，对不对？所以美国人是怎么样玩不公平的游戏？那军事的话，大家就是硬拼实力了。那美国人讲2035，我真的说穿了，我认为比2035还要在前面呢。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它的科技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展，也带动整体的军事产业。那现在包括了海陆空都已经准备好了。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 CSIS 这边做示警之外，另一份的智库是来自于法国的蒙田研究所，和多家的机构也同样有了类似的一个预测，都说大陆在2035年不仅是在经济的量体上面，包括会在这个数量上面超过美国，甚至他们也点名了在核武的数量、轰炸机战力跟制空能力也都会大幅的成长。美国的国防部也做警告，2035年大陆会拥有1500枚的战略战术核武，在中国的经济军事上全面超车美国的可能性，上志哥怎么研判？最近这些智库都直指2035年，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是正确的啦？因为都知道中国大陆是每5年5年计划，比如说接下来今年2025年非常重要，就是要观察中国大陆开始怎么准备2026年开始的5年计划。所以说2035至少有10年计划。中国大陆一方面每5年有非常具体的眼前要达成的各式各样的，不止军事啦，政治、社会、经济全部的这些目标，包括像新能源，过去很早以前其实就是，此外就是每10年的计划。我想2025在先前李克强时代的时候，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的要求，其实就是有个10年计划，而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5年计划、10年计划都是在推进的。当然，这些智库，美国方面为止的智库，最近其实都是大规模的在推动这个中国的军事威胁论。甚至最厉害的部分，还曾经他当中还把美国的5大军种的将领都集结起来，在一个论坛上，每一个都讲中国的这个威胁性，每一个都讲美国要赶快追上哈。所以这个用意就是什么？但我认为，首先第一点，当然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在全世界真的是有目共睹哈，特别是在印巴战争，这个东西是扎扎实实打到美国哈。但第二个，大家不要忘了，你以为这些智库是什么呢？智库就是要很多威胁论，它才可以拿到更多的研究预算嘛。所以军事威胁是长久以来美国许许多的外交啊、政治、军事智库最后都会归结的。所以这次才会看到好多都在盘点说，哇，有50架的轰20未来，然后呢，多少有核弹，有600个可实战的核弹，然后400个以上的洲际导弹。我想说你说这些智库真多懂中国，中国从来没有发布它的生产能力，他们就这边瞎推算盘。所以这些威胁论呢，其实当然很大原因就是想要刺激美国，特别是川普政府，还是希望能够多增加在军事方面的投资哈。这就是包括智库、军方，还有包括这些军工业都要出现。当然，我想中国大陆军事发展的实力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真的，2035年真的会到这样子的规模吗？都知道，当然军事跟经济挂钩有关。可是你以为只有钱这件事情？美国也有钱啊，欧盟很有钱，那人家为什么做不到？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在看所有智库的研究当中，并没有真正深入研究中国的军事，包括武器量产的剖析出来，把它解构。我想，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稍微了解中国大陆的在军事方面的人才，
在其他国家，像美国最厉害的人才都要搞 AI 在赚钱，会去搞军事武器研发吗？可是中国不是，中国在包括北大、清大，包括西安、哈尔滨大学，最顶尖的人才，很多人对国家发展很有使命，全部都到做军事国防投注在里头。技术呢？在现在中国大概就有中国这个环境里头，可以，你看那边又在用 AI， 那边在用大数据，那边又在用各种的雷射光，只要有任何最新的技术，在整个中国军事全部吸收过来、整合过来，从航太到军事的应用，这是美国做不到的。美国只能发标案给波音或洛克希尔马丁而已。所以这里就牵涉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强大是体制。也就是说，在国家带领之下，不只是有国资这个企业就国企在推动这些事情，他们也是上市公司。除此之外，他们有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军事的供应链，乃至这个军工业的供应链非常细密，外国都不知道。也就是说，这里头，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第六代战机的这些逆中的新的合金。是谁供应的？谁研发的？他当然不见得是整个都在解放军里头做研发，他还是在外面在做，可能是学术单位，可能是一些领主军工企业。而这个部分的军工企业带动整个中国大陆的军工企业变成是，它就是为国家，但是它的体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最后一点来讲，中国大陆量产除了自己用之外，它现在量产，我们看从印巴当中对巴铁。各方面的输出，未来对中南美洲也输出。要知道，军事输出是除了自己拥有军事实力之外，因为人家其他国家跟你绑得更深的结盟，就来自于军事输出。看起来这也还不见得是现在这些智库已经追踪研究到的这些关键点了。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在春节期间动作非常的多，原本应该是合家团圆的时刻，我们现在看到台海却是在异常的紧张。我们来看到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多次绕台，而且这一次央视还是罕见的释出了这个备战的画面，而且这个上面写的就是这个箭满弦弹满仓的一个备战的画面，甚至在通讯的频道上面直接向我方的宜阳舰来喊话，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做一个春节上面的问候，但是呢，这个是否有其他的心理战，这个我们都会来做解读。刚刚说嘛，春节的问候，他还问候这个团团圆圆没代志。好，除了在这个画面上，我们也特别来看到解放军最近在空中，似乎曝光了一个新武器，这个是它的歼20战斗机。这一次特别说是这个歼20的野兽模式，比较不同的是挂载了8枚的霹雳15中远程的空对空的导弹。等于放弃部分的隐身能力来换取更强的空战火力吗？这代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转换？今天会一次的做解读。首先来看解放军的这个动作，赖老师怎么解读？我觉得当然是有对于台湾的军舰做心脏喊话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啊。因为过端午节嘛，就等于不是端午节，元宵节，那等于是我们的传统的春节的 ending 了啊，要结束了。因为我们通常在农业社会，我们辛苦的工作了一整年，那要好好的休息。那我们的休息从小年夜，然后除夕，一直到过年啊，一直到元宵节啊，这个才整个完成。所以我们的春节时间是很长的，但是。春节来了啊，要结束了，那当然问好嘛我觉得这是一个新战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也知道你在看我，我也知道你在执行勤务，但是你也辛苦了我们两边大家团团圆圆，不要搞台独，不要独立，不要分裂，我们就是好兄弟嘛，大家就可以在一家人嘛，一家人当然要团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我觉得它也有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说。两舰的通讯还是通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当解放军的这个他们的舰长那么跟台湾这边说呼叫的时候，台湾这边也有应答，双方是保持了通讯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好事情。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就是说有沟通，那么可以减少误会，有的时候。化解一些可能会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摩擦，也就是化解一些风险，是要靠沟通管道的。那两舰能够讲话是好事情，我觉得多来往。也希望赖清德让大陆的朋友来，我们也去嘛。比亚迪买不到，华为也买不到，连哪吒都看不到，这不像话嘛，真是。
好，关心完两岸，我们也要持续来看。那美国呢？美国最近有动作，美国派出了他的2艘的军舰，10日开始从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比较特别的是，其实这是川普回归白宫之后首次公布哦，由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海，是在向中国来测试底线吗？美军其实他还没有公布这个动作的时候做通报，解放军的东部战区这一次却是抢先发表声明，原因又是什么？委员怎么看？这2艘船舰以过去的惯例来讲，就是1个月会有通过1次嘛。所以如果从次数来讲，川普上任第1个月当然要通过1次。所以次数来讲不压抑。然后压抑的是什么地方呢？解放军率先宣布，也就是说，你美国以后来的，我就会主动的来掌控你的行踪。它是一种战略性的一种宣示。这里是我的地方，你要来我都知道啊，你不要给我搞花样啊。那可是问题是，美军也有想要做他的战略展示，展示什么东西呢？他台湾海峡走了2天才通过，他故意慢慢的走。为什么要故意慢慢的走？通常通过一个地方，如果叫做无害通行、无害通过，那他要求是你要快速通过才叫无害通过。可是他现在慢慢走，就表示，我不配合这个无害通过的表示哦，我要对你做某种程度的示威。那他在做什么事？他回应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派了2艘飞弹驱逐舰去了巴西兰海峡，我们这边谈过，经过苏禄海到苏威西海，解放军也是慢慢的走，然后最后去所谓的盯住了卡尔文森号的路线，因为卡尔文森号要到菲律宾海去做演习嘛，所以解放军照道理如果无害通过，解放军也是很快就通过了，可解放军慢慢的晃，慢慢的晃，然后经过这个2个海峡啊，走到了苏拉威西海去看这个所谓的美国、菲律宾跟日本还有法国的一个演习。那这个美军当然讲说，你竟然慢慢晃，那我也慢慢晃，因为在军事上这种慢慢走的军舰就是有示威的成分在这里面。好，那如果看完海上，我们也来看看空中，现在也有新动作。刚刚特别讲的嘛，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特别这个曝光的歼20，这一次采的是野兽模式，比较不一样，是上面有8枚霹雳15的导弹，另外还有就是数30 Mk2战机从海军转到空军，这代表解放军在做什么策略上的重大调整吧？议员。应该说是解放军似乎想要把这个原来的歼20，它是属于强调了这个匿踪功能，它有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要角。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战场上的刺客好了。那现在他想要跟这个美军的 F-22猛禽战机做一个完整的 PK， 而且要媲美它的一个重挂载的能力的话，包括它的这个武器的载弹量，还有它的载重的话，甚至跟这个美军的大黄蜂 F-18这样的一个能够上下抗衡做比较，那你就是要加大它的这个武装，它的外面的这个4个翼下的挂载的这个载弹量，它可以挂了这个 PL-15的这个中程空对空飞弹。中程空对空飞弹它的射程大概是200公里。那当然，解放军在霹雳系列的话，还有这个 PL-17的这个远程的空对空飞弹，它是400公里。还有一个比较短程的，属于是 PL-10了，这个霹雳10的这个短程空对空飞弹。那像以这个歼20，它本来这些东西过去它都是挂载什么大型副油箱。那现在他把它外面的这个4个翼下的挂载点挂满了8枚的这个 PL-15的中程空对空飞弹，加上它武器内舱本来就有4枚的 PL-15，它进可攻退可守，它可以变成说它整架的这个歼20战机，它可以挂满了12枚的 PL-15，那也可以说在武器内舱改成挂最新型的，他们现在正在研制一种叫 PL-16的，据说含有这个阿伊萨雷达。跟它的这个所谓的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的另外一款的这个空对空飞弹，那如果4枚 PL-16在里面，然后8枚的 PL-15在外面，再加上2枚 PL-10的这个短程飞弹，短中长程它都有的话，那对这个美军的大黄蜂 F-18来讲，对 F-22猛禽战机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或许一开始我不是有讲说，他以前强调匿踪的隐形功能吗？对。那以后他这个匿踪的优势，因为歼20算是匿踪战机，跟 F-22一样，
那以后它这个不就不强调了，就慢慢的会失去这个优势，因为再加上挂载了这个武器那么多，你很容易暴露你的这个完全没有办法掩盖你的这个逆中的功能。那没差，我刚不是说它变一个刺客，从刺客变成一种重装的战士，这种角色的转换，它就是要把它的这个武力载台加大，加上这个解放军不只是这个歼20，未来歼35，甚至这个解放军想要为了对抗美军的无人机战术，它也研制了量产大量的无人机的话，它会不会把这个歼20也当做一种这个重装战士之余，还有一种侧位机的这个能力？就是我掩护你，我以火力掩护你。所以我觉得他做什么动作都是冲着这个美军的部署和他的一个军事格局而来。歼20传出有重大的改版，到底什么是涡扇1.5发动机？这一节我们会特别来关心，这改写了中国的战斗机工艺了吗？相关影片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的，就是在社群平台 X 上面特别披露的，也专家做了一个热议，说保加利亚的军事分析扇1.5拥有18到20吨的推力，这个推力呢，跟美国的 F-22的猛禽战机所使用的 F-119发动机说是相当的，而且具备超音速巡航的能力。歼20能够呢，这边关心到不打开它的后燃器就能够维持一个超音速上面的飞行，具有降低红外线、提升它的逆中效果的一个功能。专家也特别强调，相比先前使用的2制 AL31发动机，或者是国产的涡扇10C，这边提到涡扇1.5，包括了在它的推重比还有它的燃效上面都有着显著的一个提升，所以它可以特别来注意，可以改善的是它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它的机动性会变得更加的好，那么使这个歼20在空战的时候会有一个机动的动作去闪避飞弹相关的攻击。我们请张晋老师来帮我们科普一下，发动机对于战斗机到底有多重要？这个我想应该这样讲好了，发动机对于战机有多么的重要，重要到国家的领导人都要去问这句话。你念一下吧。我们发动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蒋中正。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有没有发动机是多么的重要，可以让国家领导人特别要去讲这句话。你这个是在台湾，在大陆在台湾，民国41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自制？这个老师，这个我不信，我告诉你，我要把你灭口。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自制，只是说能不能去满足到你真正的需求。他今天涡扇15是最主要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满足到他需求，但它不是凭空而来，它基本上是从美国机翼公司跟法国 Cinema 公司两者所制造的 CFM 的56这个，还有呢。这个就是俄罗斯所制的 AL31，还有机翼的 F101慢慢改，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只是在很多地方，就是说你就是跨大步，完全从这个什么从零开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些慢慢的小步快走，这个确实已经达到某些，这是一个相当就是说辛苦而且相当。就是痛苦的历程，因为这里头牵涉到冶金的工艺，有牵涉到材料，又也牵涉到整个制程，而且有很多控制，那都是非常的技巧。所以这个其实就做发动机而言这个沈阳黎明就是做出这个涡扇15的，他是相当的努力，他也做过涡扇20，也做过这个涡扇10型。那另外在贵州呢，也做过涡扇19。所以中国大陆其实在发展这个就发动机不是只有一家，它是几个相互的，就是这个等于说大家这个就是兄弟各自登山，然后相互去努力，这个有相互的激励效果。但是总而言之这个蛮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这个是什么，这个有完全的知识产权，这个是中国大陆一再要去强调。至于说这个未来它究竟是真正的表现是如何？这个就是目前它的这个数字相关的这个数据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这个市场，因为未来它这个就是说相关的发动机对外去销售，假如市场真正而且它经得起考验，而且它的稳定性跟可靠性高的话，最后它还是可以在国际军备市场上扬名立万。真正全世界能做发动机的其实没有多少，GE、Rolls-Royce 这几个都是屈指可数。但是呢，你能够就是说，你今天关起门来讲说它多好是一回事，但是你能够到国际的舞台跟人家对打，那对，那个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是好，所以我们从发动机再来把更纵观来看到是包括了美国跟中国大陆在战机上面的一个比较。我们今天要来特别比的就是歼20跟 F-35A。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詹氏防卫最新的一期，这边有一个报道，这个叫做威龙中国不断壮大的下一代歼20。战机机队的一个报道，他说到今年5月份，中共的空军正在扩大它的歼20机队的规模，而且他说至少已经有12个的航空旅，年产能也不断的提升，光是去年就有多达70架歼20做服役。机队的规模，他说已经破了300大关。那不只是数量，包括呢，在它的速度上面，歼20最大的航程可以达到5500公里，作战半径2200公里。最大限度2万米等等，画面上我们看到它的各种小资料。那么它具备的是1.8马赫超音速的巡航的速度，这边说已经超越了美军的 F-35A。那 F-35A 大家知道，这边是不具备任何超音速巡航的，最大飞行速度只有1.6马赫。好，我们就是要提就量的比较跟值的比较，歼20到底具备什么样的优势？苑老师。我是一个喜欢军事消息的哲学家啊，所以在张老师面前的话，我就我所知来强调一下。我强调我的旅游，大家不妨啊到成都去看一看，看看腾飞啊。腾飞的话呢，门口的就挂了一台歼20的模型啊，印象非常深刻，而且非常大啊。这个是我自己所看到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兴奋，我特别下车跑到近距离去看。拍了张照片啊，当然了，因为就涉及到国防机密了，我也怕被别人跟踪了，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表示什么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在513参加活动的时候，513歼20机场，我亲眼看到蔚蓝的天空，歼20飞机至少100架，唰唰唰，这个声音大不得了这样飞过去啊，都是这样的飞过去，往台湾的方向飞。这个我也是亲眼看到。所以说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呢，我可以感觉到，因为我平常我喜欢看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就这个第5代的战机来讲，歼20是一个算是重型的。算是一个比较重的重型，相较于 F-35来讲，它比较重型。最大航程的话呢，它作战半径2200公里。如果说这一期的战事防卫讲的是对的话，我所知道的，我如果不对的话呢，这个张老师可以帮我纠正一下。我记得就是说是 F-35的话呢，最大作战半径好像只有800、700公里的这个味道。是有点差距，是有点差距，很明显的，所以就这样子。然后起飞重量的话呢，因为它是重型的战斗机嘛，也是差别很大。然后最重要的是1.8马赫的话，超音速跟1.6比起来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1马赫就是一个音速嘛，对不对？超过1.8的话，那达到。所以说刚刚提到涡轮15的发动机的话呢，在装配到歼20的身上，那我觉得说是就这个量上来讲，我先谈这个量的部分的啊，因为如果说是不是说是。长期这样子看着在天空飞，尤其这一次在珠海，大家可以看到，除了那个苏57在谢尔盖那个伯格登的表演之下的话，大家有没有看到歼20的表演？就是哇，这样落下来，这样飞起来。这你看到那个镜头讲，它的技术非常成熟。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个整个生产的方向来讲的话呢，一次生产300架，美国人很羡慕啊。美国人坐飞机速度没那么快啊。美国 F-35要定的话，你要等着了啊。前一阵子的话呢，有消息讲，可能也是假消息，说什么台湾也要买 F-35啊，要不等到什么时候？要排20年。对啊，排20年，排20年的话，大家心想都没有用了。我们进入太平盛世啊，要什么 F-35啊？对不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F-35到时候你买的时候就成了废铁一堆了啊！所以说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了解到，它的量的生产能够组织300架次的航空队，它说明了这个技术是非常成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有那么多的飞行员呐。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陆是没问题啊，你别的地方就不行了。歼36它的试飞影片曝光，展现的是中国解放军6代战机的一些设计上面的特点，包括了这个释出影片之后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那其实当时呢，在旁边有一台歼20S 的黄色原型机在旁边做伴飞，疑似就是在做测试了。等一下我们请专家来特别做解读。歼36小档案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长22米，翼展之后20米，然后它可以搭载3具的发动机，还有它的雷达都是最先进的雷达跟感测器等等。我们来看到几个重要的专家怎么评断。首先是看到的是美国的军事专家，他特别说这个隐形战机接下来会对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迫使美国你得赶快的加速我们的反制动作。再来看到美国智库怎么说，美国智库
特别提醒了川普政府说，你的美军已经没有时间了。另外，你的下一代的战机花费非常高啊，200亿美元的金额。再来看到澳洲更狠，澳洲智库怎么形容？他说，看到美国就知道他的这个动作就像棋子一位一样哦，就是在部署他的军力而已。一边呢，他只好目睹的是解放军急速现代化的一个发展。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看到歼20黄色 S 的这个原型机有什么特别之处，请将军来帮我们做解读。美国现在要赶快的发展它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急速现代化的飞机，来赶得上速度吗？将军怎么看？我特别要讲，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局叫战略忽悠局，就专门忽悠美国的哈。你看美国智库讲这话，这个下一代战机至少需要200亿元，而且已经没有时间了。那这架歼36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当时时间上是去年12月底出来的。但是另外一个就对照美国的时间是美国停止它6代机的发展计划之后，它开始推出这款战机。那可见得中国来讲的话，这保密的工作做得很好，它让美国在情报上面误判说中国来讲的话，没有能力发展6代战机，所以美国自己就认为说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发展6代战机。但是没想到美国宣布这个放弃6代战机的发展之后，中国推出来这个歼36，所以有策略的就对了。这代表说是第一个情报掌握得很好，第二个是美国真的是被唬到了，所以美国这时候吃亏上当已经来不及了，他这时候要赶上已经落后一段时间。我们从歼20来讲的话，它从原型机出来到它正式成军啊，大概也将近要1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美国如果现在去发展6代战机，等到它能够成军来讲的话，也是10年之后。更何况它现在还没开始发展。那歼20半飞歼36有几个特色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是半飞的，不是量产型的，而是歼20S。黄色这个原型机是属于它这个还是原型机了，还没有到达量产。那原型机来讲的话，因为它没有涂装，所以它比较好辨识。第二个，它原型机，我觉得这个用 S 战机来讲的话，因为它是双座，它后座那个是战术指挥官，它更可以跟这个歼36来讲的话，双方来讲更可以测试出很多相关的数据，譬如说隐身的数据。那歼20本身就是5代的隐身战机，它跟6代战机在一起伴飞，我相信它从中可以测试很多的数据，譬如说是它怎么样去追赶它啊，譬如说是双方的机动性能怎么样，歼20做出什么样机动动作，那歼36可不可以做出类似相关的机动动作，还有双方在什么距离之下互相可以探到对方的这种隐身雷达的性能。然后另外我觉得这个现在未来的作战，我们从俄乌战争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地面作战是最后决胜的关键，可是地面作战如果说你没有制空权的掩护来讲的话，你等于是裸奔，就像乌克兰现在战况一样，它因为没有空军掩护，它等于是裸奔。那海面上面也是一样，如果说你海面上面没有空中力量支持来讲的话，那你的海面舰艇在上面，你也是等着被打，被当靶子打。所以未来的空军确实是很重要。可是我们看到美国智库讲说，200亿，我觉得200亿是绝对不够的啦。因为美国来讲，对他讲的发展说下一代战机来讲，但是说他放弃，就是因为造价太贵了，他们预估是要3亿美元才可以做出一架。那你要成立一个机队，最少要100架，也就300亿美元。那如果再加上研发费用来讲的话，是远远不足的。而且美国现在还面临一个很大一个困难。就是它通货膨胀的问题，它就算现在来讲，它预估一架造价要3亿，但是如果说是5、6年以后，它再由这些飞机生产公司，不管是波音或者是洛克公司来生产的话，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它那个造价会远高于此。所以美国现在也是面临两难，他要不要再发展6代战机？那他也不希望说被中国拖入军备竞赛的漩涡里面。好，我们刚刚关心的是空中这个接下来美军他们在空中所要面临的种种挑战。不过我们来看到海上，因为这个最近发出了一份很有趣的报告，是来自俄罗斯，他们针对近期中国大陆的海军做了一份报告，他说呢。中国大陆，如果你要追赶上美国的话，至少要20年的时间。他还甚至写下了具体时间，就是落在2049年。
那这个报告还写说，如果你中国真的要缩小跟美国之间的距离的话，你就要专注在你的高端战斗力上面。那我们也来看到，中国确实它在海军这几年来速度发展的很快，有它的优势，也有这个目前输给美国的地方。先来看优势，它造出了它的航母、它的055驱逐舰，还有电磁弹射系统。在落后的地方，包括这边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舰艇数、基地的部件跟反潜的能力。那美国海军现在来看整体的基地的数字来看，是全球有374个，中国大陆目前只有吉布地就这么一个而已。那我们现在要请教大使怎么看这个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好像要发布报告，要特别酸中国大陆？他不是跟中国很好吗？大使怎么看？其实也不见得是在酸中国大陆，而是你要看它的内容是不是有夸张或者不科学的地方啦。我觉得他的讲法基本上还是蛮怎么实在的哈。就舰艇数来讲的话，航母的话是11比3，美国有11艘航母，那中国大陆只有3艘。美国航母都10万吨以上，中国现在最大的福建号有8万吨，然后呢，美国11艘航母全部是核动力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续航力是无限的啊。所以光这个航母来讲的话，这个差别对比是11比3，这个差距不是短时间可以上来的啊。而且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核动力的航母，虽然有电磁弹射，美国也有电磁弹射，所以这个航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杀器。那这个差距事实上还蛮远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驱逐舰，虽然中国大陆055啊，甚至现在057都出来了，跟总数量来讲是70比48。这个也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落差。对。那第三个就是说2栖舰艇，也就是说我们常讲072啊、075，甚至现在076，在数量上来比的话，33比11。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那就海外基地来讲的话，那更是差距太大了，374比1。你知道海军是需要有强大补给能力的，它在外面，它不是说你今天用核动力你就可以无限续航，你要加油，你要加水啊，你要加食物啊，对不对？舰上官兵还有地方休假，美国全世界都有。那另外一方面，美国本国的军事基地就有242个，因为美国面临2大洋，中国的海岸线比较短，所以相关的军事基地海军军事也是少很多，还有水下舰艇，这就是潜水艇部分。美国在核动力的攻击潜艇上面几乎有差不多60几艘，全部每个都是核动力的，这方面跟中国大陆差距相当大。那还有就接下来就是反潜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俄罗斯这篇报道基本上他倒没有太夸张，那讲的也都是实情。当然他就预估中国要2049的话，有一点低估中国的造舰能力跟中国的这个科技的进展能力啊。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其他部分，我觉得就是说海外基地的取得方面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你要需要一个好时空条件，要有历史的机运，那中国缺乏这样，所以美国人看得很紧啊。记不记得那个柬埔寨那云亮港根本就是个商港，美国就在那边叫，就是怕中国拿海外基地。好，那我们再把地图如果放开来，整体来看，我们来聚焦在现在在北非这个国家。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北非嘛，它本来要购买的是俄制的巡逻舰，这个叫做瓦西里毕可夫级的巡逻舰，后来他不买了，那他就决定要买的是中国大陆它的056。护卫舰，大家都在看说，是不是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已经正式进入到北非这个里面来，降低了对俄罗斯的依赖。那这个阿尔及利亚做了这个举动，接下来也代表说，他们对于俄罗斯的依赖是降低了吗？俄罗斯地缘政治上面又会有哪一些的冲击？那这是不是也可以代表说，中国大陆它目前在全球的军事合作上面，其实已经超越俄罗斯？老师又怎么解读？因为第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是地缘位置蛮重要的，而且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有很多的一些能源的这个储量啊，包括天然气跟石油，都是名列前茅。那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它跟俄罗斯关系非常密切。那主要显现在阿尔及利亚的武器装备至少有80%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装备，而不是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那在这里面，其实尤其是在陆军的系统，包括 T90，包括它的运兵车包括它防空飞弹跟武装直升机，那甚至包括空军，阿尔及利亚空军的主力是歼30，
然后去年一直有传说说，他要向俄罗斯会购买苏凯57带20亿美金的大单。所以由此可见啊，中国大陆要从他的手中能够分食这种军购的大饼，其实不容易。那以056这个轻型护卫舰来说哈，其实它的第一艘是阿尔及利亚在2021年下单，2023年就拿了它的这个056的护卫舰，因为我们知道056护卫舰对中国大陆而言，2022年之后基本上都移交给海警，那其他就是一些外销的这个单呐，但是。阿尔及利亚在之后曾经想寻求，就像刚刚所讲，俄罗斯的这相关的一些护卫舰，但最后还是转过头来要跟中国大陆谈这056的新的单，而且据说是6艘，而且可能还有部分希望能够在阿尔及利亚自己内部能够透过部分程度的技术移转，自己造，在境内自己制造。我觉得主要考量当然也可能是可靠性，武器系统可靠性，还有所谓的这个CP 值啊，因为056的外销目前而言。阿尔及利亚1艘，奈及利亚是2艘，孟加拉是4艘。因为对中国大陆而言，它并不是第一线的、最优秀的，或是最尖端的一些海军的这个造舰，以造舰的工艺跟能量来讲，所以很适合去拿来做外交使用。那阿尔及利亚目前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它应该是跟中国大陆谈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交易，以6艘提供给他，所以。并不是说因为这6艘而代表说俄罗斯整体的这个对阿尔及利亚传统的这个军售的优势完全被击垮，也不能这样说。OK， 但至少是一个新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了，代表说在造舰方面，其实它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056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跟备受肯定。我们看到在昨天4月1号，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共是出动了21军舰、71共机来军演。扰台，这当中包括了055大区歼20跟福建舰都在这边亮相了。紧接着隔天就是在今天2日哦，这个火力在升级，我们看到了在台湾的海峡中部、南部海域进行了这个叫做海峡雷霆2025A 的演习，重点实施了哪一些项目？包括了警告驱离跟拦截扣押等等的项目。解放军这么多的动作，国军也都在密切的做关注，而大家也在关注这一场来势汹汹的军演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现在专家都直指，就是因为美国最近在战略上面的动作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华尔街日报》所这边做的报道，说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已经重新调整了他的军事的战略的目标，包括就是根据的就是国防部的新战略备忘录显示，他要这么做的，调整美军的主轴，未来是在嚇阻大陆、夺取台湾列为最优先的目标。接下来，美国还会对台湾采取拒止防御的战略。接下来还会透过增加包括了潜舰、轰炸机、无人舰艇、特种部队在台湾这边做部署。那么另外呢，台湾当局对台湾当局感受到施压，就会要求大幅增加国防上面的支出了。那么打算将这个备战的态势拉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节目一开始，赶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共军、解放军这个时候大动作的举行这个军演，是在对谁喊话？是在对美国释放说不要轻举妄动的讯号吗？你怎么看？是，我想其实解放军的这个大规模军演啊，是要花人、花钱、花时间的哦。所以解放军平常闲的没事干了，也不会跑来台湾到处办军演。如果大家看一下，美国最近在针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要重新解释了。那这件事情如果一旦成真，那么就是变相要承认台湾的另外一个讯息释放了。第三个是 G7 最近说要重新检讨一个中国原则。如果一个中国原则被 G7 推翻了，那么两岸问题就不是内政问题了，等于是变相承认两岸问题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了。这对北京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啊。当然，最后就是美国那个250的国防部长叫什么赫格塞兹，莫名其妙的跑来这里说，这个阻止这个中共动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优先的任务。虽然他讲了一大堆废话，可是没有一项我认为会实现的。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台湾人民要想清楚一件事，看看美国怎么对乌克兰，再想想美国会怎么对台湾。台湾要走向乌克兰的老路吗？全国死掉了1半以上的青壮男人，然后整个国家最后变成一片废墟，然后最惨的是最后还要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让美国予取予求。大家仔细想一下，乌克兰当时这场战争怎么来的？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他现在不但没加入北约，全国死了一大堆人，土地还少了1/3，
台湾要走向这条路吗？这是台湾人民要认真思考的。好，解放军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么大规模的军演？啊，华哥哥，你有怎么看？如果以外交上面来讲，刚好这个习川会即将要登场，有没有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提前为外交铺好路？你怎么看？因为我跟你讲哈，老实讲一句，这一次你说共军他再次，你看21艘军舰再绕一遍，你会觉得很奇怪吗？可能台湾人民已经被温水煮青蛙了，所以已经习惯性了。可是问题不是这样子，这一次他的军演，老实讲一句，其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你说照理讲，应该是越来越迟，越来越张，而不是越来越迟。可是我们现在是怎么讲？外迟内张，你就代表说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而且我今天坦白讲一句，国防部那边我们私底下了解哈，国防部那边就是空军的飞机的用油已经到了10年以来的上限。数字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它那个航空燃油用量已经达到了上限，就代表说我们每天都要去应付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对，如果一旦发生更紧急的状态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们的天然气跟石油不能被切断，否则对于国防，虽然说我们有战备储备，但是不能够容许有太久，也就是说这个情势不能够超过1个月到2个月左右，不然对整个国防都会有，民用还没出问题，国防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在这种情况底下，赫克塞斯他先去了菲律宾，再到日本去，他所讲的话只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你们都应该要以美国为中心啊，来应付未来中国对于台海的威胁。为什么？那也直接威胁到你们。他尤其跟那个日本防卫厅在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要一起生产标6飞弹啊！”防卫厅长官的脸都绿了。为什么？我没有要跟你一起生产啊！我们日本的防卫计划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甚至不会用你的鱼叉飞弹。为什么？日本20几年来都是用自己的 AAM 系统跟 ASM 系统，他会要自己发展自己的系统。我要跟你一起生产标6飞弹，没错，我们日本的防卫体系是建立跟美国共同的条约底下的，但是要我跟你生产一样的武器的话，不行。为什么？日本国防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日本什么东西都能做，除了核子潜艇，你不让我日本造以外，我通通都会造，连引擎我都会自己造。所以赫克塞斯讲这个话，我觉得赫克塞斯他应该真的好好再去深造一下，再去出去巡游，你知道吗？当然，你说对那个菲律宾那个坚壁间，那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坚壁间是每年都要举行的美菲联合大军演，菲律宾要出动15000多人，非常可怕的。那所以说，对于菲律宾跟日本，他采取的态度是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台湾又更不一样了。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他最近做的这几个军演，老实讲，他就是有3方面，一个给日本看，一个给美国看，一个给我们看，给台湾看嘛。好，那针对如果是特别，我们来讲到武器，孝伟哥，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军演还秀出了大陆嘛，秀出了055大区、歼20跟福建舰。现在我们来比较是中共跟军力跟美军来一较高下，那现在战力大概如何？当然，如果说我们先讲结论啊，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军事能力对比的话，当然毫无疑问，美国的军事力量还超过那个中国大陆甚多，这是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美国超出中国大陆军力甚多的军力是全球部署。因此，它能够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军力，如果单独跟中国大陆做对比的话，其实已经不足了，这也是事实，也是美国印太司令现在非常担忧跟紧张的这个地方。现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力对做那个某种程度的军事力量平衡的话，可能是要把整个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军力都放进来，这就代表太平洋地区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任何意外状况，那美国可以请全太平洋地区军力来应对中国大陆。那当然，你看到像这次他派出来这些大型的这个装备，很多都是这几年开始次第服役，像05的大型驱逐舰。大型驱逐舰，如果说你要跟美军的这个对比的话，应该是要跟美军的这个其实一种比较老的叫提康德罗加级的这个巡洋舰。那它上面有大概110
112个这个飞弹发射管，那美国的提康大概有122个，多10个。但是美国提康相对来讲，它的这个雷达系统还是用 Spy-1B 比较老的。那这个055型呢，他们是最新的这个346A 的这样的雷达。那另外像歼20战机，当然歼20战机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在那个他们现在好几个他们的航空师都已经配备了新的这个歼20战机，数量应该有大概至少超过100架。其实应该我甚至觉得可能目前来说大概180到200架的可能性都有。然后那美国在这个区域里面，那它现在的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青黄不接啊。它原本部署在日本琉球的这个 F-15联队全部撤回美国，要除役换新的F-15EX， 但是现在呢等于基地没有飞机，所以美国会从这个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的地方轮流调派，包含像 F-22还有 F-35过来这边。那因为其实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驻军，当然日本的数量很多，但是如果说以空军驻军来讲，大概是韩国其实有相当的这样一个分量。但是韩国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状况，它有一部分的 A-10要回去除役。那另外因为应对这个北韩的这个人民军，美军在朝鲜半岛军力是不能动的，因为一旦动，那这个时候就给了这个金正恩可乘之机了。那这次当然也动用到了这个航空母舰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战斗群山东号，然后前几天大概在3月下旬的时候，从巴士海峡越过，然后进到西太平洋，而且它越过的过程中，其实相当接近我们的近邻水域。那他们现在最拿得出手的，因为福建舰现在还在做海试的这个海上测试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估计最快可能搞不好，大概应该在今年的这个解放军海军节，就这个月有可能服役，但是我们还不确定。但是它即便能够服役，离形成战力还有一段，但是它现在山东号是能够形成战力。当然你说山东号跟部署在美国西太平洋、部署在横须贺的这个乔治华盛顿号来相比的话，虽然说战机的数量它的那个大概只有美军的大概2/3，但是整体的这个作战效能来说的话，离美军的航空母舰也还有更一大段距离。那未来要等到那个福建号服役以后而且福建号不但要服役，能够形成战力，那这个时候美国跟那个中国大陆大概在全方面，除了水下的核前舰的舰队之外，大概全方面都能够跟西太平洋的这个美军大概可以到达一个这个军力相等的这样的程度。好，刚刚就孝瑋哥也特别帮我们讲，如果是以整个只以西太平洋这个地区来讲，现在中国大陆还掌握绝对的优势，是高过于美国的。那我们就要来看到，所以现在美国其实也是会非常的紧张。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如同刚刚嘉宾帮我们特别提到的，现在拉着这个国防部长。现在到了这个亚洲许多的国家，去拉着这些国家一起来对抗中国大陆，这当中包括了菲律宾、包括了日本、包括了南韩等等。我们先来看到他这几天的行程。3月28号，防长访问了菲律宾和小马可仕会面那他们就强化美菲的军事同盟。最新的消息，菲国参谋的总长已经下令备战了，就是说如果说台湾遭到侵略的话，菲律宾会卷入，所以接下来菲律宾他会备战，这是最新消息。再来30号，防长飞到了东京。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会谈，说在这边要来驻日美军升级作为作战指挥总部，还点名了，就如这个老师刚刚帮我们看到，说以后要一起来生产标6跟空对空飞弹。那日本防卫大臣就脸色铁青啊。好，再来韩国他现在驻韩美军的定位，韩国时报的报道说已经开始转变了，以前是对付北韩，现在转为应对大陆，台海有事，那么驻韩的美军就可能因此拉下水再来就是第2岛链，美军现在要加强部署，砸下20亿美元在这边做强化第2岛链的强化部署。袁老师怎么看这一场看起来是拉着其他的国家这3个韩菲日打代理人战争吗？那这些国家未来会变成美国的盾牌，美国在这后面又会怎么做？我很惊讶，听到刚刚思明讲说，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讲说，他们就1万多人准备备战了。那整天在那边，在南海的那种什么黄岩岛啊、仁爱礁什么的，被弄得水炮打来打去的，那不备战，赶快出去，海军陆战队就上去就行了。那简直开玩笑嘛！我跟你讲啊，所有的国家都包含伊朗在内，都喜欢打代理人战争啊。但是代理人战争有一个前提，伊朗打代理战争是靠宗教信仰嘛，你在心甘情愿替人家死啊！你现在的话呢，日本的话呢，国防部的这个部长脸色铁青啊，这说明了一切。韩国刚刚孝瑋讲得非常好，韩国动都不能动啊，为什么？因为朝鲜的那个80后啊，那个金三炮一下子给你丢原子弹下来了。我跟你讲，只要朝鲜这边发生战争，这个台湾的统一战争是有可能打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世界大乱，因为他们俄罗斯啊、朝鲜啊，他们都敢这样子干啊。所以说这个讲，我现在必须要强调，这个海格赛斯讲的话其实根本不用听。但是这边有一句话讲到，遏阻大陆夺取台湾啊，凭什么？
凭什么？除了讲话以外啊，凭了经济制裁啊，踢出 SWIFT 就来那一套。但是他们搞了俄罗斯，我现在强调，俄乌之间的冲突啊，上次我坐在这边的时候讲的时候，就是普京智商200，泽连斯基150，然后剩下的话呢，那个川普大概只有50啊。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况。那个普京本身来讲的话呢，根本就没有计划谈，没有计划要停，而且还居然放狠话，要打100年，成了英法100年战争的翻版，那还得了？打100年，打100年的话早统一了，对不对？啊，这是第二件。另外的话呢，中东问题现在非常严重啊，因为刚刚大家强调，我必须坦白讲，美国是很强啊，是印象中很强啊，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现在中东的问题的话呢，美国打一个胡塞的话，搞了什么？B2不得了的轰炸机出了好几架，然后呢，那个拖鞋军啊打到现在要准备对伊朗，两边加起来卡尔文森号都已经去了，都已经到了中东去了。那我们现在有的话呢，要把那个什么艾森豪50岁的美国的核能这个航空母舰太老了，大陆都是很新的，现在山东号就是很新的，对不对？所以说，请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另外，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大陆绝对不会害怕美国的任何威胁，他做这个事情一直按他自己来的，所以说他就对美国来的。而且日本跟韩国的汽车产业都快要被普丁的那个汽车关税给打趴了，他们到底有什么理由要当美国的代理人？我也觉得很天真。除非他们去改信这个大家都信回教，说不定有这个理由。